Hello， 大家好，今天是7月12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AMD 在7月8号出现回调启动买点后，已经上涨了6个点，它还能上涨吗？如果再涨，上方有哪些重要的压力位呢？蛇口昨天大跌，价格来到185附近，这里有一个灵魂拷问。有同学说过，之前175后悔没有买，那如果市场再给你第二次的选择，这次你会买入吗？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02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周复盘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会讲一下目前的美股市场环境、纳指的技术面表现。阿哲依旧会通过纳指的浪形和日内的支撑和压力位来讲解这一点。最近的美股市场开始陷入了震荡。而你会发现，当前的市场已经不如之前那样子有普涨的状态。像昨天的一个市场资金状况 ，ETF 和能源板块资金它是净流入的，但是消费类的个股，比如说酒店和零售等板块，它受到关税的预期的影响，出现了资金流出。当然，科技和通信它依旧呢是有资金青睐的。所以目前的市场板块也是在明显的一个分化，有很好的表现，同样也有表现不好的个股。所以大家在一个交易上呢，你不要单纯的通过指数来去判断了，很多时候你手中的个股资金的流入流出可能并不相同。不过整体的指数环境，当你明白之后，您对个股的操作肯定也会有一定的方向性的指引。如果市场后续是有所走弱走坏，那么不管是任何的板块，基本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这里呢，我们也要去观察一下，何时市场真的会走弱，而何时呢，市场属于正常的回调。很多时候个股的调整可能是买入的机会。我们继续复习一下有关于防守阴线的一个观点。防守阴线我们就简单说一下，因为前2期视频呢都讲得很明确了。只要有一根阴线出现收盘价比昨天阳线的最低价格要低，并且这根阴线呢，它的最高价没有创新高，这就是一个防守阴线。前期这个防守阴线它出现后呢，只要它的高点能够被阳线再次突破，说明调整有很大机会是结束了。那么这一波上涨，我们是用防守阴线的买点去看出来的。而这一个回调又出现防守阴线，它的高点一样被强势的突破。所以在这一根 K 线开始，我们依旧维持或者说恢复到短线的看涨状态。不过很明显的是，之前这一波突破它的上涨是比较强劲的，而这一次突破呢，市场又陷入到了调整。所以目前的市场，我们要关注一下防守阴买点是否能够成功，它是否能给到我们的盈利。我们上期视频有讲过一个关键点，就是防守阴的高点一旦被突破，它呢则为压力转为支撑。那么这个支撑点在最后周4和周5的时候反复的被回踩，而后又止跌有所支撑反弹。所以目前的多头依旧是占据优势，而这个防守阴高点的支撑也依旧有效。所以在价格 K 线的层面来看，只要不是出现一根阴线重新跌回防守阴的高点，去证明左边的突破是无效的。在此之前，整体的多方还是强势，我们依旧能够去期待这一个上涨的产生。这是防守阴线告诉我们的一个防守位、攻防线。那么根据这一点，我们对于个股也可以以指数这种防守线来去看，因为有些个股它也产生了防守阴线的突破，我们以此也可以去做交易。在第一部分的指数的讲解过后，我们也会讲到一些个股方面，比如说第2和第3部分，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和 AMD 它的一个详细的分析，特别呢是 AMD， 阿哲会把一些重要的空间点位去告知各位。而第3部分开始，我们会简单的或较为简洁的去讲到一些个股的短线和波段上的交易，分别是 Circle、PLTR、Coin、半导体指数、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等以上个股的解析。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需要在正式开始讲解之前，为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醒。因为平时阿哲的视频所涉及到的一个方方面面会比较多，所以视频时长一般阿哲是比较难以去控制这个时长的。那么在这种长视频下，如果您不太适应观看，或者说您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那么阿哲的建议是，您可以点击这个视频播放按钮旁边这个3角，点开之后呢，您会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轴都是阿哲一个个去整理的。您点击对应时间轴就可以看到所对应的那一个个股的解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解决您部分观看的烦恼。刚才对于防守阴线有了一个复习之后，我们来到纳指的浪形，我们再做一个跟踪。目前的观点不变，当前的市场依旧处于5浪的上涨当中。
虽然说五浪是末尾浪，但是你会发现末尾浪的行情其实只要它够大级别，它也同样在短线上有比较可观的盈利的。那么目前依旧在五浪的上行当中，还没有出现五浪顶的一个状况，技术面上还没有看出来。只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从之前五浪的单边上涨到目前走为相对的震荡，它的上涨速率呢是有点变缓，有点变弱，所以这里就要开始小心会不会趋势有所改变。我们看一下空间上，之前有讲过，当商浪如果是明显偏长的时候，那么浪一和浪五它往往会在空间上有斐波那契的比例关系。现在的市场从4浪的低点启动，5浪走到现在，已经走到了1浪的 0.382 的空间，在20543.3这里持续了1周的交易日。当然，目前整体的收盘价都在20543.3之上，而这个价位也刚开始从压力转变为支撑。你会看到，在首次收盘价突破20543.3这个 0.382 的价位之后，市场是有了2天调整，而在本周后续的3个交易日是站回到了这一个 0.382 的空间之上，而有所支撑，没有跌落。它这个空间刚好和防守阴线的高点是有所共振的，所以这里算是一个压力强压力突破之后转为强支撑。那么这里阿哲认为后续震荡完，只要不再次出现有效的跌破2个强支撑，那么这个地方震荡完之后的方向依旧是往上去看，看哪里呢？看下一个空间，也就是1浪一半的空间，0.5倍的空间，20916.6。所以这是一个5浪目前还在推进，而当前阿哲没有看到停顿太明显走坏的一种现象。但其实这里要明确一点，就哪怕呢真的下周出现了明确的下跌，把我们所说的强支撑给跌破，它影响的也不是这一个5浪的运行，它只是短线上可能走一个小震荡到一个更大的震荡的一个环节。它不是说趋势就完全的结束了，只能说是5浪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开始的明确的调整。因为到目前为止，5浪其实还没有调整过，基本都只是一些略微的停顿而已。那么我们也要去明确一点，你是短线的，你就关注一下 0.382 能不能止得住，能止住，说明这里还是很强的，会再次的加速去下一个点位。而假如 0.382 不能够止住跌，而是往下跌破，那么对于短线来讲你要小心，但对于波段投资者，特别是中线以上的投资者，你要去注意一个点，就是回调它只要不去碰到20110.584，那在波段角度来说，它依旧还是极为强势的上升趋势，调完之后呢，它依旧还是处于上升的波段。所以这两者的关键位你要分清楚，短线所看的点位和波段所看的点位肯定是有所不同的，波段一般允许更大的一个回调，唯有市场在20110.584这里它去触及，甚至呢是收阴跌破时，我们才去认为它这个地方有机会成为5浪的高点。而假如这一波调整它都没有碰到20110.584，或者说它碰到了，但是是下影线，并且是止跌，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波段走势依旧还是5浪的推进，依旧能够往上去看到 0.5倍的空间。所以这是对于浪型我们再次的去说一下这个观点，我们再去的推进一下，也是再给到一个回调的关键强势的支撑点，和上次给到的略微抬高了，因为高点在上移，所以回调的一个关键强势位呢也在上移。那么希望以上对于防守阴线以及纳指浪型我们再次的推进的观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听到这里，如果您是老同学，可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上您日常的小红心。而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阿哲也希望您在收听视频之后，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宝贵的评论，亦或者是您的建议。感谢老同学照常的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阿哲也希望在观看有所收获的前提下，您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呢，您会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同时，您再点开这个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在更新和发布之后，就会首先提醒和通知到您，您不会错过每一期视频的观点和发布的时间。而如果您已经是订阅观众，那么同时您也可以点击阿哲首页这个链接，它是阿哲全网唯一的助教。未来阿哲所有的内部课程、内部的消息、盘前的解析，都会由这一位助教给大家去进行发送和提供更加深度的服务，这是区别于非订阅观众的一个福利。希望大家在订阅之后可以及时找到助教进行进一步的学习。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小节，就是第一部分纳指的日内撑压。我们在下周周一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关于日内撑压的提前预测点位，我们是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有去更新的，并且在后续的个股当中，阿正会告诉大家，在下周一的时候，你要关注这些个股在日内的哪些支撑和压力。这些撑压点位可以让我们去很好的分辨短线的多空它们之间的转换，目前是谁强谁弱。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图板。在图板的左侧是阿哲日常在盘前美股盘前去更新的盘前解析。只要您是订阅观众，找到助教之后呢，您可以去咨询，可以去每天盘前去领取。一般阿哲的盘前解析会分为几个部分，比如在7月11号昨天周五的盘前，阿哲首先会讲到关于指数的一些看法。在纳指的周四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小实体长下影，一般呢在上涨当中我们叫做吊颈线，它是一个不太好的现象，它说明短线资金呢有所出逃。而昨天我们依旧讲到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是防守阴的高点，它只要不跌破之前就还是看涨的。它不出现红灯之前呢，我们也还是能够看涨的。但目前的市场已经难以普涨，而因为周五的行情它属于满月变盘啊，这个变盘点呢，大家如果是非订阅同学可以不用去管它，这是一些内部的知识点。那么在这种交易日下，一般不建议去开新的多单，我们要去关注手中个股是否会走弱而去止盈。当然，这里呢还要区分个股，有些个股如果处于启动点的话，那么可以作为多单的选择。像上方是对于指数的分析，那么下面开始是对于个股的解析。那么大部分个股我们在今天的视频当中都会有所提及，所以阿哲呢就不再去重复了。这里要讲到一点是空头的这只标的，这只标的我们应该是前2期视频都有提到。那么在周四的时候，它是回踩了一个支撑，而后止跌，这个地方它构成了一个短线的获利兑现。但阿哲没有意料到的是，它在这种短线支撑上没有撑住，而反而再次的大跌了5个点去破位。所以除非你能够去及时的盯盘去介入，否则的话这个空单还真的不太好去把握。到后面呢还是可以去关注的，因为之前我们做空的原因是它触及了向下的107天均线，而后有所压力，我们说容易是一个熊市的高点，目前也确认了。那么在跌破了一个短期支撑之后呢，后续一旦反弹还是有一些做空机会的，所以后续还可以继续关注。而盘前解析当中，除了指数和个股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点位预测了。阿哲会给出3只标的，是纳指、特斯拉以及英伟达这3只标的，它的日内点位撑压。这个支撑和压力位呢，其实很好使用，你只要看收盘对它们的反应就行。比如说看到右侧，它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图表当中呢有一个红绿灯的指标，是完全借鉴于阿哲盘前解析的点位去设置的。简单说一下它的一个形成原理：当市场出现红灯时，则说明阿哲盘前所给到的那个支撑位是被收盘跌破了。那么只要跌破支撑，就说明它是一个空方占优的市场。那么这一天则应该标记红灯为空方强势。反之，如果出现绿灯呢，则说明这一天的压力位又被突破了。突破压力，则说明当天是多方强势。所以红灯是空方强，小心风险；绿灯是多方强，注意机会。而震荡市场当中呢，不是它的一个优势区，它的一个优势区是市场当只要形成趋势，它则可以让你获取大部分的盈利。比如说在这一个绿灯后开始，只要市场依旧保持绿灯，而不是出现红灯，那么我们就处于一种看涨加仓的过程，直到它出现红灯为止。那么这一个位置的红灯产生，我们就去减仓，去开始有所止盈。再一次转为绿灯，则再次看涨；红灯则作为减仓止盈，绿灯则再次看涨。所以在日常的正常和弱势趋势当中呢，我们整体可以保持一个相对的小赚小赔。而只要在行情当中产生了单边走势，或者说强势趋势，不管是多还是空，我们可以以此去尽可能跟踪到一些利润的产生，而规避一些风险。这个红绿灯的判断无法让你买到一个最低点和卖到一个最高点，但它可以让你在趋势行情波动产生的时候，尽可能获取其中的盈利。那么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不是处于一个绿灯的过程？而只要处于绿灯，那么就是一个看涨的趋势。只要不是红灯产生，这个绿灯后，我们就依旧还是以多头占优的思路来去观察。而只要后续没有红灯产生，保持绿灯亦或者无灯，那么就依旧看涨。这个指标是纯粹的短线趋势，看涨即涨，看跌即跌的一个理念。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周一的预测高低点的支撑。周一我们关注这个低点支撑是20478.54，而高点压力是20616.75。只有股价收盘价
跌破20478.53，我们才认为这里有红灯产生，而后这个绿灯之后到这里要开始减仓，要开始有所止盈或者说止损。除此之外，不管是在这中间收盘无灯，亦或者是收盘突破预测高点绿灯，我们都依旧保持短线看涨趋势。这种使用方法，阿哲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也会反复的提及和去跟踪使用。周一的点位也会在后续个股解析当中去给到大家。不过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每天的盘前点位呢都是有所改变的，特别是市场波动较大的时候，它的变动可能空间会比较大。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目前还没看到盘前解析的同学，您记得及时的去跟助教老师去领取。在领取这个权限之后，那么在未来至少1个月的时间内，您可以每天盘前收到阿哲的点位更新。在这里，阿哲教一下大家，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你已经点了订阅，那么怎么样去找到助教？除了刚才所讲的首页当中的链接可以去找到助教之外，您同样更方便的可以点击下方的评论区。在评论当中有阿哲的置顶评论，其中有一条链接就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那条链接可以找到助教的 Telegram， 而后您给他发送一些信息，比如说您发送一个盘前，它是一个领取口令，这2个文字发送过去之后，助教老师就知道您是订阅粉丝同学，而后您需要阿哲的每天盘前。同时这里阿哲要提醒各位，这个每天的盘前只是一重福利，一般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会享有阿哲讲究频道我们的3重福利。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而这个点位的预测，一般阿哲是会发布在我们专属的 TG 的群组当中。你只要找到助教，就可以加入到那个群组和频道。在频道当中会有阿哲日常所发布的信息，其中一个就是盘前解析、点位预测。而另外的一则信息是阿哲会把一些内部的不公开的知识点，亦或者是内部的直播课程分享到频道当中。那么您作为订阅粉丝观众，就可以在 TG 当中直接观看这些内部的直播，可以去学习更多的知识点。比如说在本月我们会有一个系列课程叫龙头派对做赚钱的股票，一般都是香港时间上午10点当天举行。那么下方呢就是我们本月的一个课表。那么这些课程基本不会公开去举行，您在阿哲的公开频道是看不到的，您只有找到助教老师才能够去参与我们的内部课程。所以在添加助教之后，您记得跟助教老师说一下，要加一下我们的粉丝专属的频道。这些课程在开课的时候会把链接发到频道当中，供大家去选择观看。而如果您是有时差的，也可以在课后去收听这个回放，都会在频道当中去提供。那么第3重福利呢，则是试讲视频，是阿哲专门针对如果您是交易小白，或者说您的技术分析刚刚入门，甚至可能还没入门，那么阿哲专门录制了试讲视频，您可以以此去收听，去学习一些基础的交易方法，或者说买卖点位。每期视频呢可能就10到20分钟，一天时间试讲视频都能够听完。所以福利3是专门针对于一些我们的初步学习的同学。那么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各位新同学的订阅支持。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刚才第1部分我们对于指数有了一个简单的认识之后，我们知道多空之间短线和波段的强弱分界点。那么第2部分我们再来到个股解析。第1只标的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层面。对于特斯拉呢，当前的观点在浪形上，阿哲还是认为这一波下跌它是寻找一个2浪的低点，以及它将产生的是一个3浪的启动。而这个观点在跌破 289.66 有效之前，阿哲呢是比较坚信这一点的。而如果跌破 289.66 有效，它呢只要不去跌破 272.69， 那么阿哲依旧在这个区间抱有一丝的希望。所以这2者之间呢属于3浪启动区间的可能点。在完全破位之前，我们依旧保有这个观点，只是它不去跌破 289.22， 阿哲呢会更有信心。所以抱着这个观念，在每次出现明确的大跌的时候，我们每次遇到 289.66 是不是都说要去寻找买入机会为主啊？那你会发现这2次呢都产生了不同级别的反弹。本来以为这次反弹可能会相对弱一点，没想到这一波反弹还可以，直接呢比前面的反弹要强。那么就说明市场走到这里，多头还是相对有所转势的。接下来你就要去跟踪了，这一波反弹是否能够持续，以及它能不能影响到后续短线的趋势。这里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它已经往上去反弹，弹到了 1.5 倍的空间之上，也就是说它突破了 306.63，
那么接下来，如果对于短线的同学，你就要看一下这个 1.5， 也就是306.63能不能站稳。如果在下周收盘价出现跌破，那么这里短线上呢可以再次的有所获利止盈，因为你要小心它再次的去回撤289.66，而假如后续的调整，它连306.63都无法跌破，那么这里就真的很明确，它真的要去往上去看到170天均线了。所以这一个位置的反弹力度，我们去跟踪即可。接下来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当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在特斯拉的一个波段上呢，我们刚才讲到上方有一个压力是170，但是那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一个压力，而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一个彩虹带，它是一个相对的中短线波段短波的一个压力和支撑，而当前你所看到的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说明整体的趋势已经转为波段的空头。那么波段空头之下，我们知道下方289有一个支撑，那么往上去看反弹，它弹到这个黄色带附近，已经要开始注意了。假如它还是处于一个短波的下跌反弹当中，那么这个地方它容易是一个反弹者的获利点，就类似于前期这波反弹，它只要到这个飘带附近出现走弱的现象，那么你要开始有所小心，它不一定能够去突破，这是一个压力位的表现。当然，有时候如果反弹很强势，它也有可能出现这个强势突破，但是呢，它后续再次跌落。那么这里呢，它的一个反弹已经到了这一个黄色带这里，所以你要小心在这里出现的滞涨信号，比如说冲高回落、高开低走的阴线，这里是要小心的，最好不要出现，而能够继续保持阳线的上涨，这是一点提及的事项。而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底下这一个 BBD。它其实已经接近要去上穿，只是还没有上穿。我们说上穿 BBD， 它容易是一个由下跌到反弹临近的高点变盘的可能，所以这一波由下跌到反弹这个地方，如果下周略微的上穿 BBD， 那么它就会成为跟前期这里一样的变盘高点。变盘高点不是说一定会跌，但是有压力的情况下再出现变盘高点。这个位置一旦回落破了那根 K 线的低点，这里是不是又容易形成一个波段反弹的相对的高位，相对的一个高点，就要小心。所以当前这里的特斯拉，它不能够轻易的走弱，一旦走弱，并且如果有破位行为，破掉 BBD 的上方 K 线，那么这个地方一定要小心，它再次的去回撤底下289。那么在此之前，我们要怎么去跟踪？你可以跟踪一下它的红绿灯的变化。因为目前处于绿灯后的走势，所以它依旧处于多方后的走势。我们看一下它的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309.58，高点的压力是318.02，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出现跌破预测低点，那么就是明确的在空方压力下产生的红灯离场信号，就要小心再次的回落。这是对于特斯拉的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当前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我们之前是讲过160.65作为上涨当中的一个压力位，而这个压力呢，在上期视频我们说它被突破了，那么突破压力只要不重新快速跌回160.65，那么往上的空间则打开看到171.09。而目前是在前进的过程，已经在靠近171.69。那这里不管是往上走直接上去，还是说会出现调整，它只要保持160.65这一个位置不跌破，因为目前3根 K 线已经确定突破有效了。那么160.65则作为支撑，那么支撑只要不破，我们依旧波段向上去看到171.09。所以这是在空间上，我们在上期视频所讲到的它的上涨空间在打开，这是英伟达。而我们再从资金和动能去看一下它的短线方面，在短线上或者说在短线的波段上，你会发现这一个飘带是不是依旧处于紫色？紫色飘带说明它已经很长时间都处于中短期的强势的上涨。中短期强势上涨，那么任何出现的在飘带附近的买点，都作为一个可靠的回调启动点。而当前对于飘带是有所远离，在飘带之前出现了绿灯转红灯，这是一个趋势波段的再次买点。而当前是绿灯之后的区间，2天无灯，说明还在这个绿灯的影响范围，还是短线看多。只是呢，它无灯的话，就说明上涨动能没有进一步增强，在慢慢的消耗之前的惯性。但它只要不去有效跌穿这一个飘带，或者说它只要不是说回落跌得特别的强劲，破掉这个飘带，我们趋势上依旧是看涨的。只是短线上你要跟踪一下红绿灯的发生，一旦出现红灯，这里肯定是又要再去尝试踩一下飘带了。
这个飘带目前的空间是在156.8附近。我们看一下红绿灯的判定依据，在周一的时候看到低点支撑是164.195，而高点的压力是168.615。关注这两个数字。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 目前所看的是 AMD 的日线图表。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是通过一个飘带的回踩，因为你会发现它依旧处于紫色飘带，所以多头强势，每次回踩都有可能成为再次趋势的启动买点。这种叫顺势而为的操作方式，每次的回调在上升趋势当中找买点即可。那么在这一根10日新的阳线出现反包之后作为买点，而后看涨。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临近前方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的位置肯定是会有压力的。但你会发现，在昨天周五出现了盘中回落之后，再次的反包向上，所以多头还是很强势的。如果往上走，那么阿哲所看的压力不是前高附近，而是上方。上方的第一个压力区间是150.71和153.194，这个区间为首要突破新高之后所关注的一个压力区间。如果153.194都无法在新高之后去快速的突破，那么这里容易会是一个诱多阶段，或者说这里容易是一个突破之后容易出现再次回落的阶段，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压力区间和本次买入之后的第一个目标位。而在其之下的空间，它出现了一个什么缺口？叫倒形反转缺口。这个位置是不是两个缺口在同一个位置？因为它不是一个下跌的明显趋势，所以说它是反转嘛，有点牵强。但它也表示出了这一波的上涨，它的强势已经把之前的下跌给修复了。所以只要后续不管是调整还是直接往上冲，它只要不去补这个缺口，我们的目标就还是150.71作为本次这一个位置买进之后的看涨的首要目标。所以这是空间上对 AMD 上方压力位的一个标记。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当前所看到的是 AMD 的日线图表。那么每次出现对于这个紫色飘带的一个多头的回踩，它只要不是有效的跌破它，那么是不是我们都能够去看涨呀？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在趋势的角度回落，有所回踩，没有有效跌破，再次的反弹，我们去进行了一个看涨。那么当前呢，我们需要去关注一点，那么就是刚才所讲的空间的压力，除了上方之外，左边的这个黄 K 是已经略微突破了，但突破之后啊，看一下底下。这一个是不是临近 BBD 的上穿？它跟特斯拉一样，下周只要再略微上涨或者说震荡，基本就上穿了这一个 BBD 的一个数值。一旦上穿，又一旦在黄 K 附近略微的震荡，这里是容易产生预测的变盘高点的。而这种高点的变盘，那么那根 K 线是不能够被跌破的。所以判定来讲，下周一大概率是一根 AMD 的变盘 K 线，而那根 K 线它将会代替下方缺口，成为新的一个止盈点，或者说新的一个观察趋势的点。我们再看一下，从前方的红灯转为绿灯之后呢，目前是绿灯的保持和绿灯的上行。它出现红灯之前，其实在短线来讲还是 OK 的，任何的调整都算是正常，以及不危害短线趋势的。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144.01，高点的压力是149.81，关注这两个点。这里要提醒一句，如果你错过了前期回调时的买点，那么这一波走到前方黄 K 附近，再次的去看涨，你想再次买进的话，这里肯定不建议。那么可能也就是日内的短线，但是不太建议了。这个地方肯定不是一个进场点。接下来我们准备进入到第三个阶段，第三部分会讲到以下个股的一些短线和波段的关键解析和点位判断。第一支标的我们相对花的时间可能会多一些，第一支标的我们会讲到Circle。对于Circle，我们最近是一直有所提及，并且我们看的都是30分钟，而后去判定5分钟的交易点。在日线上呢，也会有所关注。前期呢，我们通过176.401把握到了一波触到低点支撑的一个反弹行情。这一波反弹行情的力度还是不错的，所以阿哲对于Circle目前的一个判断，还是整体以多头方向去寻找一个机会。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其实讲过一个对于Circle的判定，就是本次的这一波回调，它其实有点类似于这种2浪的回撤，可以把前面这里算是一个1浪的上涨，而后目前进行2浪的回撤。2浪回撤的幅度，它的一个深浅其实有一定的影响。在上期视频，我们当时还是在这个低点的位置，198.75是作为一个止跌有效的支撑，而产生这波反弹。可惜因为这个消息
它是一个假消息产生的拉升，所以后续市场呢又再次的回落。而在这种回落途中是打破了 198.754， 我们曾经说过，如果 198.754 被击穿，那么下一个空间则会看到 188.364 和 181.908 这两个区间。这两个区间呢是说明它是属于二浪的调整，并且调整幅度呢是相对整长的。但如果它只在 198.754 这里止跌，那么将会更强势，可惜没给到更强势的走势结构。那么当下呢还是以寻找二浪低点来去看。那么这里有产生一些买入机会吗？我们要去怎么看呢？这里我们依旧要用到白 K 和聚宝盆。现在我们所看到是 Circle 的30分钟，在30分钟的走势图表当中，有一个信号是在下跌时，我们在超跌时一定要去关注的，那么就是它的聚宝盆以及它的白色 K 线。白色 K 线代表股价目前价格层面是超跌的，而聚宝盆它说明目前的市场在下跌途中有资金开始有所异动。那么曾经在176附近这个点位就产生过一次共振，在支撑上我们知道176是有所支撑，而后在价格上有白 K 产生，底下又有一些低洼区和之后的这里有聚宝盆，所以产生了这一波上涨。而当时正是因为这个信号，我们去找了一些买点，包括5分钟的买点，而现在又来到这个环节，又出现了一波大幅的升调，来到了30分钟支撑181附近，而后有所止跌，出现了白 K 以及聚宝盆。那么目前的这个走势怎么样去找到买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最新的这根白 K 的高点给收盘突破，它作为买点。那么等这个信号在30分钟产生，则作为30分钟可以较大仓位去埋伏低点的一个买入，而后你把白 K 作为防守位就行。如果没有出现这种买点，就继续等，在低洼区聚宝盆附近等个白 K 突破，作为30分钟的买点。在本次的大幅下跌当中，它是还没出现的。不过5分钟的小仓位试错单其实已经给到一些机会，因为在昨天这种单边下跌当中，白 K 的产生是有的。在产生之后，它什么时候有一个买点出现呢？是不是聚宝盆加绿柱这里的白 K 要关注？而后股价的阳线收盘突破了白 K， 是不是这个地方产生了一波5分钟的反弹？而这波反弹后再次的下跌，构成了一个破底翻行为。这里出现了聚宝盆，但是这里没有白 K， 所以呢我们先不看。这里出现了绿柱，而后有低洼，而后有白 K， 所以这里突破5分钟，在昨天是出现了1次的买入机会，2次的买入机会。因为目前我们认为181它作为一个有效的支撑，可能跟之前的175有所类似的位置，所以当前5分钟的买入呢为建仓式的买入，分批买入，那么你的止损可以放远一点，可以放在181。目前的策略就是5分钟出现2次买入，而后就停止你的交易行为，等待30分钟出现买点，我们再加大仓位的投入。这是一个逐级周期传导，我们去进行试错性的买进，随着周期影响，买入信号慢慢的递级的升级，那么你去加大仓位，去找不同周期的买点，去积累你在目前181前后的一个仓位。当在某一个重要支撑的位置，你通过这种方式去在结构慢慢的往上，从5分钟结构往上到30分钟低位结构往上，从5分钟的买点延续到30分钟的买点，再到日线的级别的买点。等到出现日线止跌的时候，你已经积累了一定不错的建仓位置、建仓的筹码。这是当前在30分钟支撑181.908没有被跌破之前，我们所去寻找的一个低位的建仓区域。而在昨天盘中是给到了2次5分钟的建仓点，而后30分钟呢，当前还要去等待我们下周的一个出现买点。而在此之前5分钟的试错性买进、建仓性买进，我们以181.908为一个防守位，如果跌破，则这2次买入说明真的是错了，那么就要及时止损，30分钟也应该不会出现买点。所以目前我们在这里的操作就类似于之前在这个位置的操作，那么之前这里能够有所成功，那么现在这里能不能成功我们不知道，但是策略已定，那么最后结果我们交给市场去判定。以上就是对于 Circle 的一个解析，我们整体按照这个分析来去看。那么日线级别在昨天的盘前已经说过，你可以去找一些止盈点，但是如果您想看得更远，您可以以目前的盈利来去博弈日线后续的启动上涨。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只标的是 PLTR， 目前所看的是 PLTR 的日线图表。
在前期出现一个下跌破了趋势飘带之后，我们会说到这里是一个蓝 K， 蓝 K 呢一般说明短线的超跌，而在此处的突破阳线，我们在这一天说可以看涨，看涨的目标是哪呢？是左边大阴线的高点。上期视频我们说过，越靠近大阴线的高点，这里越是一个压力。你在短线买进之后，这里可以作为一个止盈点。而当前你再看到底下是不是一个 BBD 的上穿 K 线？所以在周四的这一天，它是一个变盘点，而它又触及到左边的压力，所以这个变盘高点的可行性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根 K 线和左边阴线高点所夹杂的关键的共振压力区没有被有效的突破之前，此区域则小心不在短线的做多。那么又因为它的一个趋势带是紫色的，所以波段上中短线波段它依旧是看多的。后续的调整，它在突破之前的调整，只要不去跌穿这个飘带，在这里的止跌机会还是可以去看多。但是它一天不突破左边大阴的高点，它就一天它的一个空间就打不开，这些位置就会是一个盘整，是一个震荡。而直到有那么一天多方真的疲软了，则会选择向下的跌破。所以对于左侧大阴的高点越快突破越好，那么这个地方一旦突破，则空间打开继续看涨，这是对于皮尔 TR 趋势和压力上的看法。我们再看到红绿灯，绿灯之后目前还是一个无灯状态，说明短线多头依旧保持强势。那么我们看到周一的预测值，周一关注低点支撑是 140.23， 高点的压力是 143.34，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Coin。Coin 的走势目前也是回踩了飘带附近啊，它没有踩得很明确，它是一个回调的过程，属于趋势上的一个顺大势逆小势的回调，而后产生了红灯转绿灯的买点。这个买点后呢，一直保持绿灯和无灯状态，是不是一直保持上涨？那么目前的 Coin 它的上方是有一个临近的压力的，而左边的黄 K 是突破之后呢，又回踩了一下。它只要不重新跌破这个黄 K 的高点，也就是前高的位置，不重新回来，这个趋势还是比较强势的。因为下方的中短线的一个波段是一个不断扩上的一个过程，说明多头还是顺势而为，看涨为主。而我们再看到底下的上穿 K 线，最近的变盘点其实是这根阳线，上穿则说明这一波反弹或者说这一波上涨到这里，它会有一个压力在这个阳线高点产生。这个压力呢，在昨天有所反应，我们看一下，反应呢不是很大，最好能够在下周再次的反包或再次站回是比较好的。而假如这里是顺势再次回落到黄色 K 线高点之下，对于趋势来讲，则有再次要去回踩的需要。而再次回踩呢，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它反而会给到再次的一个买点，因为目前的中短波还是看涨的，趋势下还是有一个支撑的。我们来看一下何时会上调整比较强呢？看到红绿灯的判定，周一的时候关注低点的支撑是 374.15， 而高点的压力是 391.28， 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半导体指数，股价呢最近也是出现了红灯转绿灯，而后是在飘带上的一个回调。价格走的其实不太强势啊，昨天是一根假的阳线，两根十日星又有点类似于三阳小顶。那么当前因为处于中短波还是强势的，所以这个位置任何的调整都要去找买入机会为主。不过因为半导体指数它整体的价格形态看的还是不太强势，所以整体不以此为主要的做多的方向吧。我们看一下，跟踪一下趋势，周一要看到 243.603 为支撑，高点的压力是246.62作为压力。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博通的一个走势还是偏弱了，在反包了左边的这个关头阴线之后呢，没有站稳这个关头阴线的高点，而最近后两天又回落了，又跌破了。目前是出现了一个负线，也就是说冲高回落，把阳线一半呢有所覆盖。那么负线后产生的十日星则是一个关键的 XK 线。它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也作为再次的回调的买点，所以博通呢可以看一下这根十日星后能不能够去反包则为买点。毕竟它底下也是一个短波看涨，目前也临近这一个趋势飘带的一个支撑，所以当前如果有买点在这附近产生也是好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 270.84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75.425。虽然目前没有产生绿灯，但毕竟呢是一个负线，所以这里呢短线上空方开始慢慢变强，
不出现买点，那么这个 X 的高点就是一个压力啊，这是要注意的。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阿斯麦。阿斯麦呢，在2次回踩了我们的紫色飘带，出现了多头支撑之后，出现了一波反弹。反弹后力度不是很强啊，对于左前方这一个有点类似缺口的地方啊，它呢出现了高开低走受压而后回落。当前的阿斯麦还是属于多头的强势的波段，但是这个反弹的力度是比之前要有所减弱，所以当前只能去跟踪一下它的一个红绿灯。我们看一下周一的点位，低点支撑是795.89，高点的压力是802.56，关注这2个数值。因为从这个低点开始，它就是绿灯，然后保持绿灯，目前没有红灯。如果一旦出现红灯，这个地方要小心这个飘带会不会被打穿，或者说支撑可能会变得无效。因为最近的支撑带它在变窄，而后止跌后的反弹力度在有所变弱，所以这也说明这个支撑在变弱的可能。所以阿斯麦呢也不算是一个特别优的一个做多的标的，除非能够把这一根阴线给它吃掉，那么可以认为呢是一个启动的再次的信号。我们再往下看到苹果的走势，最近是出现了红灯之后又接一个红灯，目前临近趋势飘带。它这个飘带呢是刚形成不久，所以这是对于飘带的首次回调。正常如果趋势由空转多，那么首次的回调它的成功率还是不低的。所以当前我们更希望能够看到苹果能够回到飘带附近有所止跌，当下还离飘带有那么一点距离。这是出现了一个3阳小顶的结构，所以这个地方对于飘带我们最好等待一个支撑后明确的看涨信号。前面是有一个复线后的突破，但可惜突破之后立马跌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做了一笔多单，那么这里红灯告诉我们要离场先观望了。我们也继续看一下在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09.375，而高点的压力是211.645，关注这2个数值。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eta 的一个走势，它呢是已经来到我们的趋势飘带上，前期是回踩过一次，反弹有点弱势，又回踩一次。好，那么这里要注意了，它有一个绿灯转红灯，绿灯转红灯，它是跟前面的红灯转绿灯是反过来的。如果是红灯转绿灯又在支撑上，我们一般认为是一个买点信号，结合这个中短波的支撑。而假如是一个绿灯转红灯，我们说这是一个卖出信号，是要小心的信号。当前就处于空方短线强势的一个波段当中，而我们的中短波的支撑是靠近了，但又被略微跌破了。这里必须得要出现一根阳线重新站回，才能够去看涨。否则要小心这一个空方的逐步的强势，甚至去跌穿这一个飘带。所以我们更加希望在这里再次出现绿灯，一旦 Meta 在这里重新走出绿灯，则是一个趋势回调的一个买点。我们关注低点支撑705.875，高点的压力是721.335。如果 Meta 下周一突破721.335，就是支撑上出现绿灯，那么则为买入信号。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呢是比较强势的，从前面的绿灯开始，已经连续3天都是保持强势了。但是强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黄 K， 黄 K 说明它是一个多方走到这里过强势，波段上是一个超买的信号。像前期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黄 K？ 不过当时呢是属于压力位上的黄 K， 所以这里呢下跌很正常。而当前呢是一个强势波段的黄 K。这里不管跌不跌啊，多头呢都是占优的。后续哪怕回落，它呢也是寻找买点为主，因为下方短波是走为多头优势。那目前的这一个压力是来到了左边这个震荡区间，突破之后产生，所以这里阿哲还是比较看好，只是呢你不适合在这里去追涨，因为毕竟是黄 K 嘛。前面这里突破之后，我们说看涨，突破左边的长上影线高点，我们说可以加仓。现在你说再去买进有点晚，所以这个地方要么持股待涨，要么想要再买的同学呢，就等待回调后再买。现在不适合重新去新买或者说加仓，这里要防范风险以及考虑止盈的问题了。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429.04，高点的压力是444.38，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谷歌呢是在低位啊，在这个趋势飘带多头附近盘整了比较长时间，所以它的飘带从之前的强，从比较发散的状态变成最近呢有点缩短，但是呢又开始有点往上发散了。在前期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又是在飘带附近有止跌，
出飘带啊，跌回飘带出飘带，它这里呢是一个买点，买out之后最近突破了一下左边的黄 K， 所以这个地方又是绿灯，当前的谷歌依旧是波段看涨，这里呢依旧看一下趋势重新的回归，只是下方开始有点上财童子的出现啊，这里呢有点波段的预警信号，不过 K 线上目前还是强势的，我们小心红灯产生即可。周一关注预测的值，低点支撑是 179.425， 而高点的压力呢是 184.495， 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标的是亚马逊，亚马逊呢也是跟谷歌类似，但是比谷歌要强一些，它的趋势飘带依旧是走为看涨和发上。前期出现了这个蓝 K 后出现再次启动，这种买点就很漂亮，回踩趋势飘带出现蓝 K 很漂亮。这一波呢没有回踩，而后出现了一个红灯转绿灯，也是一个买点。前面的绿灯转红灯产生了震荡，而后红灯转绿灯出现了买入，最近出现了上涨，突破了左边2根黄 K 的高点，所以当前的亚马逊可以算是短线上空间有所打开，最好在下周我们需要把这一根阳线的高点也吃掉，可以再作为加仓看涨。为什么要去吃掉它呢？因为底下出现了上穿。所以这个位置高点应该是个压力，这里最好不要受阻直接突破，那么作为加仓点，否则可能还要再盘一盘再往上走。看到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03.695， 而高点的压力是 228.005， 关注这两个数值。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SMCI 呢，你会发现它出现了一个红灯，前面是红灯转绿灯，而后看涨。那么这里呢又出现了一个红灯，说明这里要开始减仓止盈，只是在短线的角度，波段角度呢还是 OK 的，因为它的一个趋势波段已经是很长时间处于中短波它的一个看涨的一个波段了。每次跌到这一个飘带附近时，只要有绿灯，是不是容易有反弹？只要有绿灯，容易有上涨。而现在我们依旧往下看，在飘带附近如果能止跌，而后有绿灯，依旧能够往上看涨。所以第一个支撑呢为飘带上的一个波段支撑，它是 47.7 附近。我们再看到短线的趋势，如果能直接再转为绿灯就最好。周一的压力和支撑分别是 48.57 以及 49.75， 关注这两个数值。往下我们再看到台积电，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灯转红灯？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短期频繁的两灯转换，而且是绿灯转红灯，这是说明它进入到了一个空方的阶段。再加上它的下方上来童子之后出现了一个红色柱，说明资金呢有所明显的流出。当下结合技术面 K 线，这里我们是不太看好的。虽然有一个多头波段的一个雏形，虽然说多头的波段呢还是比较强，但是资金和 K 线上不太好。我们最好等待恢复绿灯，亦或者是回踩支撑有效。这个支撑在222，这个支撑在 226.4 附近。所以在价格重新走强之前呢，这里要小心它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流出现象，而导致价格的下跌。周一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 229.9， 高点的压力是 232.77， 关注这两个点。以上就是7月12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